对我来说，我觉得学校最大的一个功课是我认识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宝贵，就是透过课本的东西，透过我跟人际的互动，我认识到我自己的时候，不论我以后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做什么样的职业，我就会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我不适合做什么。那我觉得这是我在台大学到很宝贵的东西。对，当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去了解自己；当我去跟人际互动的时候，我去了解我自己。所以，讲出来就一句话，但是其实他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去了解。可是有一堂在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课，台大没有开，叫做如何为人处事。这件事情呢，不但台大没有开，从小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不太有人教这堂课。那等到我们成年之后，更是没有人再会跟我们谈这堂课。所以要奉劝各位同学，在课堂之外，你一定要去修一堂课，叫做如何为人处事。那你说，老师，我去哪里找这堂课呢？这是一堂必修课，但是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开。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去学这堂课。那我的经验告诉我呢，你到社团里面找一个可以牺牲奉献、能够去服务别人的机会，在教会里面，在很多的团体或者服务社团里面，你能够把你大学4年中找出一个黄金的时段，真正去帮助别人、服务别人。从那个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在跟你的社团的同学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修到一堂人生最宝贵的一堂课，叫做如何为人处事。第一个就是我会去寻求别人的意见，比如说师长或是朋友，还有自己想办法去收集一些资料。然后第二个话就是心态上的，自己要跟自己说一些话。比如说呢，像我会觉得说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说它是只要那个挫折你突破过去之后，你又成长了一步，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试金石。所以我觉得挫折是很重要的，然后迷惘也是很重要。它只要一开始迷惘，就会提供我们开始反思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挫折或是迷惘在大学时代，虽然大家都不想遇到，可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且最好就是遇到会比较好，因为出社会之后再遇到太多挫折或迷惘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克服了。所以我觉得在大学可以就像培养自己的免疫力一样。其实呢，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乡下地方上来念书的小孩，所以到了台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身旁的人都好厉害，不管我怎么念书，然后怎么努力，就是赢不过人家这样子。那当然自己也会对自己造成蛮大压力，那时候就是比较不专心在课业上面，因为觉得说哦都这么努力了，还没有办法得到好成绩，那就放弃吧。所以我就过了一段比较荒唐的大一生活，得不到好成绩，我得不到好表现，所以我选择去逃避，去荒废自己。那可是后来呢，我渐渐发现说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行的。那跟一些同学啊，或者是跟老师聊过，上过一些课程之后，我觉得我的心结有慢慢的打开，下定决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啦。对啊，然后就是下定决心之后，我发现我可以很专注的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情，然后一步一步踏实的去前进。我觉得成绩上还是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面，不要让自己被挡，不然之后高年级会蛮辛苦的。在大一的时候啊，可以多看看、多尝试，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学这4年啊，其实就是培育我们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那所以就是这4年的，就是探索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At the beginning, the most difficult obstacle that I found here was the language, because I studied Chinese for just 1 year, and then as a freshman, I found that all the classes are in Chinese, so I had to adapt to that problem. But with time, I could do it. They should keep on doing it and go for it. And if it's their goal, they should do it. And if they are here already,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do it, right? And I think ever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do it.
and they just should use all the resources that we have in school, and they should be really active, and they should especially they should know how to arrange their schedule,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This is the top university here, and we have so many resources here, and the people, the students, the professors are so friendly that we feel very comfortable here, and I can say that for all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 definitely think they made a good decision. 其实大学的生活跟你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是完全切割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培养成人教育嘛。既然全人教育呢，其实你应该把想到我的学习跟我未来的生活方式，跟我未来的职涯发展，其实是不是现在就有某种的结合性？所以我常常看到，比如说今天你如果是学企管的，你从大学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机会去观察社会在一些企业的活动，或者是说，我学文学的，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机会去从事一些可能是打工的，或者是暑假的一些短期的工读，是从事这方面相关的。我觉得你就是尝试将课内跟课外的活动结合。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大学其实一定要注重我们在语文跟写作这两个能力的发展。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除了我自己本科系的专门科目，其他的都不重要。其实所有的老师都会告诉你，在社会上，我们的语言的表达能力、外语的能力，包括我们的写作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在课堂上无法规范，但是却是你之后在大学。其实之后毕业之后非常重要的训练。那最后一点呢，我还是勉励大家，其实在大学当中要尝试跟很多的同学能够有一些群体的互动，不要孤军奋战。然后呢，将你的学习其实是从你的教室延伸到校园，从你的校园延伸到这个社会，甚至让你的父母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然后呢，你就会发觉，原来台大学院这么多资源，这么多丰富，你念的是台湾大学，你不是念台湾大学某某学院、某某系、某某组。我想大一新生进到大学里面，在心理建设上面，先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你来台湾大学是要来学习的，当然学习的面向是非常的广。你不只是要学习通识的知识，也要学习专业的知识，同时你要学习各种各样的做人处事的道理。那这些呢，在台湾大学都能够提供适当的环境让你学习。那问题是你的心里面要很稳稳的去抓住，你是来学习的，像海绵一样，你要想尽办法去吸收应该吸收的知识。那从高中到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从一个比较制式的一个教育体系到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教育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同学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你要对自己的决定、对自己的行为来负责。那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大一的新生呢，往往好像进到了花花世界一样，他把知识上面的学习呢放得比较低，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那我要强调的是，大一常常是一些基础知识的教授跟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段。换句话讲，大一大二你接触到的往往是最基础的知识，不管是文理法商都是如此。那所以呢，你如果错过了这一个学习的阶段，你在基础知识上不够扎实，将来你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必须要呼吁，要提醒大一的新生，千万要注意大一大二的这些基础的课程呢，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把基础打好了以后，将来比较容易发展，才不会有遗憾。就是进来台大呢，是一件很荣幸又很
荣耀的事情。那请大家在大学4年里面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然后除了课业上面的知识之外，也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台大人。台大的校训是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几个字记在心里面，才不负社会对于台大人的期望。谢谢。